尝试加一点配乐，看效果如何。今天我想谈一些跟酒有一点关系，但是又不是那么有相关的一个题目。这个跟国家安全应该也是有关系。那什么问题呢？在2017年到19年的时间呢，我除了经营在台湾这边的工作之外呢，我曾经想把这种葡萄酒、清酒、橄榄油，还有甚至一些烈酒的知识呢，以类似中盘商的角色搬到中国的上海去经营。你可能会问说，为什么只有到上海？因为中国很大，真的太大了，所以他们那边的经销商，比方讲你拿代理权的话，通常都是华南、华中、华北，甚至西部的地方。但是这个对我来讲，不是重点，因为你单单拿一个华东，各位知道说上海市的人口大概就将近台湾的人口一个市，所以上海非常的大。上海大概如果没有记错，大概是以台湾来讲，大概是从基隆就是北台湾这边一直到可能到苗栗这么大的一个市。当然它里面分好几个区，就好像在台北也有分什么南港区啊、中正区啊、万华区那种感觉，只是他们的一个区就已经非常非常大了。所以如果你到上海去开拓业务的话，你比如说馆长对不对？人人喊打的馆长，的确那边是有很多的人。那我当时是接受一个朋友的邀请，想要去那边去开拓单纯的上海的业务，因为上海就已经很大了，而且它是一个国际大都市。举凡饮用葡萄酒、清酒、whisky 或者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，在那边比较会有这个市场。中国大陆所谓的脱贫，就好像被人过世的这个以前总理李克强来讲，6亿人年均是年均吗？还是一个月不到1000人民币？他们怎么买酒啊？当然不可能啊！他们怎么过中产阶级的生活？当然不可能啊！我也必须承认因为我在2017年去之前，我只有到过中国2次的经验。第一次是去深圳，在大概1999年的时候，那时候觉得很落后。然后第二个是在2009年左右吧，因为我代表政府的一个单位，一群人我是里面的一份子，去跟中国的，我记得好像网络信息部吧，还是什么，他们叫网络什么信息部什么面对面开会，那是一个半官方的开会，所以那种很讲究门面很讲究这个对口的这样子的一个风格呢，其实我也体会过。然后他们那种吃喝玩乐啊，就是拼命的招待你啊，其实就是有点统战的感觉，这个我也有经历过。然后第3次就是我2017年先去考察是不是有这个中产阶级的市场，因为我要做酒类的生意，所以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印象非常好，真的印象非常好。什么印象？高楼大厦，那种街道的那种维护，因为它是一个门面嘛，还有那边的一些艺文气息包含因为那边曾经是我们念过书，知道什么租界地啊，德国租界地啊，法国租界地啊，什么那个房子什么都或多或少都保留着那个年代的样子，不管是不是后来重新整修的。所以
去那边你可以感觉到一个国际化大都市的感觉。以英文来讲呢，如果台北市叫做 city 的话 ，city 城市大 big city 的话，那上海跟东京跟纽约等等的巴黎等等，那个叫做 metro， 就是一个大都会的感觉。所以上海人是很骄傲的，就是他们是对自己生在上海是觉得很骄傲的，而且再加上中国，他们其实有所谓的户籍制嘛，你一般的乡村人口你也不可能进入上海，所以当时我看到是好的一面，就好像现在很多被统战的人到上海去看到都是这一面。我承认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有时候不能讲惊吓，会觉得说哇，怎么跟想象中差那么多？所以我那时候回来还发表一篇文章，写说台湾人应该要加油啊，这个他们并没有我们想的这样子。但是呢，随着我去的次数越来越多，我去拜访当地的人、当地的酒商、经销商、通路商、进口商，还有餐厅，各种各样的餐厅，还有当地的人。读者或是我们的 target 中产阶级等等的，我越来越发觉事情不是想的这么一回事，这是重点，千万不要上了中国的当哈，因为那个都是表面的功夫。我不是说人，我讲的是整个制度，看起来高楼大厦好像一栋接一栋，然后里面有移动的机器人啊或什么东西的，因为那是请国家的力量在发展这些东西，但是国家掌控在谁的手里？共产党。那个东西看得到的东西都不是你的，都不是你的，包含你的器官。器官东西当然是我是有点开玩笑了哈，中国不要抓我哦，我只是听到风声是这样子，而且在那边非常封闭，所以你要上 Line 或者你要看国外的讯息，基本上是看不到，你看到的都是那些。坦白讲，有一点低俗，或者是有一点封闭，有一点像是大号的朝鲜的那种感觉。只是他们自己呢，过的生活当然是不错，他们有钱人是真的很有钱。所以我那时候去的时候，觉得说，虽然我觉得不是那么喜欢，但是感觉那边的确是有这个机会。但是请注意那个机会。是不是努力就可以得到的呢？你可以说是，没有什么事情不用努力就可以得到，更何况那边已经不是什么人民公社，它也是有中产阶级，也是有那种付出劳务会得到一些东西。但是那边的状况就是很典型，用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，土地不是他们自己的，他们拿土地来盖房子，产权只有70年。70年之后，你等于是跟政府租用土地的，这就是共产主义啊！共产社会下，他们所谓的任何事都是公有的，他会做财富分配、土地分配。理论上讲，这样好像人人有机会，但是他们把共产党领导国家这个东西呢，写入党纲、写入这个国家的这个宪法里面。严明中国就是由共产党来领导，不能有任何其他政党。所以国民党的那些白痴们呢，对不起啊，你如果不是白痴，那我就不是骂你。那如果你是白痴的话，那你就承认吧。你妄想去跟中国去谈和谈什么一国两制啊，一国两府啊，一国两区啊，没有你的份。除非叫他们改宪法，懂吗？改成宪法是中国是由共产党再加上中国国民党民进党所领导的。可是哪一国的宪法会这样写？哪一国的宪法会把这个党写在里面的？不可能嘛！你党凌驾于国之上的话，党国不分的话，你想要在这边得到一个和平的结果是不可能的事情啊！所以，中国国民党这群白叉，
你连他们的宪法都没有好好去读的话，你妄想要去做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。他们的党是在国之上啊，别忘记了，什么叫在国之上？连宪法、连这个法律什么都是党说了算，所以习近平的权力才会这么大嘛。那你郑小姐要去张什么忠的，要去谈什么怎么样，大家平等对待，人家都已经写在宪法里面，跟你平常对待，脑筋也稍微好一点。回到酒上面我去拜访了这么多的酒商之后，我发觉到说，他们的那种制度底下呢，真的是权力才是唯一，权力又跟什么有关？又跟你的这个党国关系是有关的，所以他们一定规模的公司里面一定要成立党支部啊，党的支部为什么做思想的这个工作？我们当时当然没有那么大嘛，所以当时的想法是说，那我只做好我自己的部分就好了，我不用管那么多。但是事实上呢，没有想象中这么容易啊，真的没有想象中这么容易啊！你赚了钱，你要怎么拿回来都是个问题。我在那边有遇到过好几次很奇怪的状况。我朋友当然没有，因为我有一个合伙人在上海已经台商已经生活那时候6、7年有了。他就觉得，中国很好啊，上海一片欣欣向荣、繁荣啊。不，我要讲那个人民的素质，我真的不敢领教就是那种跟台湾的这种从小礼义廉耻都有，生活与伦理都有教，然后平常父母学校的教育都是一切以人为本的。那边不是，那边是以竞争为本，人吃人的社会。我朋友觉得很好，因为他很有钱，所以在那边生活的不错。但是呢，前阵子有一个笑话，就是好像是德国吧，还是英国的总理去开会的时候呢，他换衣服是要躲在那个被子里面偷偷换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你不晓得你的房间里面有没有窃听器啊？有没有？我跟你讲，很多，我敢保证，很多东西都是有默默的在监视你。就算你人走到街头，也有很多个监视器万机齐发在那边监视你的状况。我自己就遇到这样的状况。这一集来不及讲完了，我这一集讲一个前言就好了，跟葡萄酒还是有关系啦。即便是我做的东西，清酒、葡萄酒。讲坦白一点，人畜无害嘛，但是他们还是会调查你本身有没有什么背景，来这边有没有什么任务。但是我就是纯粹做酒的东西，所以基本上他们抓不到我任何的把柄。我那个朋友跟我讲说，他在那边生活很好啊，因为他是一个将门之后。我是有点开玩笑跟他讲，我觉得你的底该被人家摸清，早就摸清了。注意，该被摸清早就被摸清了。那房间里面是不是有什么窃听或什么？因为他好像一个月会请妈妈桑来这边打扫房间什么的。当你把钥匙、把这个进出的权利交给当地人的时候，他们不会利用吗？搞不好你什么都被录下来，你自己不知道。所以话说来，很多就是中国国民党或是某些比较有威望的人，在中国，比如说有人在传闻啊，这传闻我讲传闻某某科姓大佬可能也被录下来什么影片什么的，我们不晓得，因为他们要么就是用钱，就是黄赌毒这些东西来控制你，等有你的把柄之后，你自然而然就必须听他们的话。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社会啊，甚至连1984乔治·欧威尔写的这个东西都不能够真正的描述这个社会的背后的阴暗面。因为时间快到了，我就用两个例子说结尾。我曾经听过有一个中国的，之前在中国生活是算是一个蛮高档层次的一个人，他不是共产党，但是
因为他在改革开放的时候赚到很多钱，他就说他的朋友有些是共产党，他们之前要开会的时候呢，就是大家要把手机整个收身，把手机一些全部把它收好，放到另外一个房间去。为什么？因为手机他们就算没有开，它可以自己启动啊，它会录音啊，会录影啊，所以中国的东西真的不要买，真的不要买，包含无人机啊，虽然我自己有一台大疆的无人机，但是那是年轻时候不懂事的时候买，希望雷虎赶快做出台湾的东西出来，然后他们才敢就是不能讲大鸣大放，才可以比较放心的讨论一些事情。这个是那个朋友在现场跟他的一些中国共产党的朋友讲的。另外有一点要提，就是说我第一次去中国的时候，我以为中国每个人都是共产党，错，他们的共产党是精英分子，就是要从小就要培养的。你没有够这个资格，你只会拍马屁也不行哦。你没有够这个资格，不够心狠手辣，你还进不了共产党。共产党大概如果中国大陆有号称14亿人口，现在可能不到10亿。里面大概差不多有8、9千万人才是真正的共产党，也就是这么多人，他们叫割韭菜嘛，这么多人，控制着将近10亿的人，然后这些10亿的人，包含小粉红啊这些，还甘心的被割韭菜，实在是一个很悲惨的事情。所以那些有钱人很多都出国啊，然后都是高干的子女啊。那个以前中国大陆的发言人华春莹，自己的女儿都在旧金山致残，他为什么不回中国？如果中国这么好的话，这很简单嘛。马英九为什么不叫他家人都回到台湾来？如果台湾真的这么好，如果中国真的这么好的话，为什么不回来？我讲这个话，看来这一集会不会屏蔽起来？不过无所谓，反正我是中华民国堂堂的军官，虽然已经退伍了，保卫台湾是我的责任嘛。中国毕竟也去了3年了，我看多里面的一些东西。中国跟中国共产党党国之间是要分开来看，他们里面有一些人的确是不错，是好人，但是在那种畸形的教育体系底下呢，其实你真的要万分小心啊，因为那个竞争非常的激烈。所以我在中国的时候，我是用另外一种面目在面对这些人，我要用一个非常的骄傲、非常强大、讲话甚至不留余情的人来压倒他们才可以。因为你不压倒他们的话，他们会看不起你。那你唯有压倒他们，指责说他们比你还要弱，当然不是谩骂了，而是言语中就是创造出一个我比你强，你离我还早得远，这样他们才会听话。中国人就是善于你讲崇拜高手，或者是善于跪的民主，就是对官的跪，对着这个有权势的人跪，对着有知识的人跪这边我就不谈了所以这么多人去中国，我真的我觉得真的也是很奇怪了，真的很奇怪了，因为我亲眼看透里面的一些有的没有的作为。然后第二点就是说，我之前在中国为了要开这个公司，其实我本身也受过调查，那个调查是在按部精心的底下去做安排的，我自己之前不知道，我后来才知道说原来有这样的状况。所以我在中国呢，你要录我，假定我住的饭店里面，你要录我一点都不会怕，因为我不会24小时都在饭店里面啊。你要录我脱光了，我上厕所门打开，你录嘛，我一点都不担心啊，对不对？你拿那个来当做借口来糊弄我也不会担心。人大了就这么无耻就像我这样，当我已经没有什么好失去的时候呢，你要利用我就没有这个价值。而且录这个影片，其实坦白讲也不会到中国去散播嘛。回过头来讲酒的一些事情，当做一个结论
中国没有所谓的中产阶级，至少在2017年到19年之间，我以为有，但是事实上是没有的。为什么没有？因为那个酒对他们来讲太贵了。我记得清酒当时的关税还有其他的税的总和，将近快要89%还是90%这么贵。也就是说，一瓶在日本是1000块的，我们算1000块日元就好了。在中国，你单单要进来就要将近2000块的日元。更何况你还不包含加上什么运送啊、人事成本啊、中国的代理商的人事成本啊、运送啊，中国这么大，运送都占很贵的费用嘛，对不对？物流、冷链、保存，还有这个养业务，然后还要，反正你所有想到的，在台湾你要做一个进出口的生意，那边都会有。更何况他们的税又这么贵，那谁会去喝这个酒？中产阶级真的很困难，真的很困难，所以后来我也放弃了。然后一方面也是因为 COVID-19 的关系，也放弃了。那边还要打点当地的政府官员啊，真的要打点，懂我的意思吗？要打点。所以你如果无权无势，你抱着一腔热血要去的话，我劝你不要了，馆长不要去啦，真的不要傻傻的去那边。当你没有台湾人的身份的时候，你只是一个渣渣而已。当你有台湾人的身份的时候，他们会利用你。我这边还有遇到过其他的事情，除了酒之外，那下一集再来讲。对了，他们很会做表面上的功夫，所以很多酒的保存状况其实不好的，其实是很不好的。如果你是台湾人还在上海讨生活的话，那边很多酒你千万要小心，从葡萄酒到清酒都是一样，烈酒也是一样。台湾有多盛行，以前做假酒的话，那边顶多是台湾的10倍100倍而已，因为那个利润太好了，所以你在那边买酒一定要特别小心。但是贵是不是就一定就没有问题呢？不一定啊，那是一个人吃人的社会啊。他们有所谓特供品，都是给高官在吃喝的。但是一般，就算你稍微有一点钱，你确定你可以拿到真的东西吗？很多人当你的面跟你讲说，我这是真的，是真的，是真的吗？是真的吗？我曾经遇到一个酒商，他拿一瓶酒给我试喝，我说这个多少钱？折合台币不到100块钱，葡萄酒，而且号称从智利过来的。他们也有酒税啊，我说除了关税之外，也有那1度多少钱的税。一瓶葡萄酒13、14度，他们也是5、6块、6、7块台币的这样的一个税。你怎么样就不可能划算嘛？那个酒怎么可能是真的呢？但是他们卖的下叫啊。然后我记得是湖南地区的人吧，餐厅卖的下叫啊，那喝下去是什么东西我们都不知道。好了，这一期讲到这里，里面有一些比较属于我当时在遇到的状况呢，有几件状况是非常诡异的，这个我会在下一集再来说。这一集，标题叫什么呢？乌托邦共产主义的社会可以快乐的喝酒吗？好，今天讲到这里，填土知道有道理。海恩，我理想中的餐酒生活。